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是3月19日，星期三。那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应该知道从礼拜2早上，以色列又恢复了对加沙的攻击，主要就是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谈判，停火的协议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哈马斯那边不愿意放接下来的人质，剩下的59个人，也就是说，剩下59个人里面，可能活着的只有24个人，确定有25个人都是已经是尸体了。那今天是礼拜3，今天隔了一天，然后我们就突然发现耶路撒冷呢就有很多的抗议。为什么会有这些抗议游行呢？我们来看一下。那跟大家来讲一下我现在站的位置，它其实是中央车站，还有我后面的是火车站。那我们刚才来的这个路上呢，我看到了也没有说很多，但是你会注意到就是有穿一些制服，然后还有拿以色列国旗的人。那现在在我前面也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她身上也是类似一个制服。那究竟大家在抗议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其实以色列人在问，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每天看新闻嘛。从昨天礼拜2早上停火协议取消，然后到现在礼拜3，也其实就是过了一天又多一点。那很多家长啊都是很惊讶，就是这样子突然路都塞住了，我要怎么样接小孩？因为据我们所知，是从就是总理的家那条路，然后出来都是塞的。我现在呢，就是想要带大家到那边去看，到底塞的有多严重。然后，如果真的是塞得很严重，公车完全没有办法走的话，那我就是要走路回家。这是新的轻轨，然后真的是塞满人。今天的交通真的是非常的阻塞。那除了轻轨是正常的这样子运行之外，据说啦，就是公车都塞住了。顺带一提，就是轻轨的价格呢，从6块就变成了8块，然后下个月火车的价格也会调涨。但是今天的这个抗议跟那个火车的价格是没有关联的，所以今天的抗议到底是跟什么有关呢？好，就我这样看呢，这条路平常都是会有车子的，现在就是没有车，但是还是很多人在等公车，像这边和那边。现在呢，就是计程车的天下。因为公车其实没有来，前面有一辆了，但是在正排的那些人，他们已经等超久了，都没有看到公车。在我后面呢有一个公车司机，他已经下来，伸展他的筋骨，可能公车在这里是塞蛮久的。耶路撒冷很多就是这样一线道而已，所以如果前面塞住了，那他也动不了啊。看现在红灯啊、绿灯啊，其实都没差，因为也没有车啊，这个路都已经是封住的，车根本就是过不来。然后这里有2个要回家的抗议人士。那这边的公车到现在也是没有什么动，乘客应该很无聊啦。然后他就把门打开通风，然后走到这里就开始看到，抗议完要回家的人，带国旗的人。公车完全都没有动哦，我就塞到这边。前面呢已经可以听到一些抗议的声音，然后老奶奶刚才问我说希望就是可以通过，人是可以走过去的。我说人是可以走，只是车子过不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在 Facebook 群组上面都已经看到了，就是不要搭车，用走的是可以。顺带一提，就是前几天因为普尔节的时候是很温暖的，然后今天突然气温就又降回就是17度，大家其实都穿不够，我也觉得蛮冷的，然后鼻音很重，因为感冒。好了，那这里呢就是公车塞车的原因，因为这里呢是一个十字路口，那现在就是都是充满行人，他们都在抗议。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在群组上面人家就说你不要搭公车，因为搭公车你没有办法过啊，这里都是人，你怎么过？人就已经坐在那个马路上了，像这样子，还蛮经典的。那这个广场为什么它有重要性呢？主要是因为纳坦雅胡总理的家
就在那个地方，大概只有2分钟。那以色列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人要抗议，这是属于它民主权利的一部分。那现在我就要讲他们到底在抗议什么，但是我先看一下大家在做什么，给大家看抗议的人潮。然后抗议是全民活动，包含小孩还有小狗都有来参加。然后前面呢就是有抗议的声音传出来，给大家看。以色列的这个抗议真的是非常的多元，他们都是自发性的，没有说一个组织来说哦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所以他们都有各自的宣传、各自的标语。那有些就是说，就是我们要团结，直到什么逼你下台，或者是像这粉红色的，我就不知道诉求是什么，但是可能他们一个比较显眼这样，然后他们的国旗变成一个爱心。然后有些就是说，就是接受哈马斯的这个条件，然后释放所有的人质，然后结束这场战争。然后有些人的诉求就是赶快结束这一场漫长的战争。所以大概的主轴都是跟纳坦雅胡有关，然后跟那个释放人质、结束战争有关。那就是刚才的广场，然后呢，我后面就是以色列总理的家在这里。那为什么特别是选在今天礼拜3做这个抗议游行呢？那我刚刚有说嘛，因为昨天礼拜2早上，以色列又恢复了对加萨进行的军事行动。那因为跟哈马斯的谈判就是失败了，所以那没有必要就是继续维持一个停火协议啊，因为哈马斯他并没有释放人质啊。那政府的角色呢，就是继续的进攻，直到救出所有的人质。但是因为以色列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他们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纳坦雅胡的这个决定。那因为他是总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国家的决定就是纳坦雅胡的决定。那他们这些反对政府的人就会觉得说纳坦雅胡的权力太大了，然后又再加上有第二件事情，这其实是他们本来预计在礼拜1的时候就要那个抗议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礼拜1的时候纳坦雅胡他就有一件事情叫做卡达门，算是一个新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以色列总检察官发现就是好像纳坦雅胡的幕僚跟就是有收到卡达的资金，所以这件事情需要调查。那在这个时候呢，纳坦雅胡又把以色列的那个国土安全部的局长就提早说要把他就是解雇，要把他 fire 掉。那总检察官他的立场就是纳坦雅胡作为总理，你的权力太大了。但是对于纳坦雅胡来讲，是我是总理，我是政府，我就是有这个权利。那所以就是有2派人嘛，一派人就觉得说，我们国家现在在打仗，以色列在打仗，这些事情都可以缓，国家的安全是第一。那另外一派呢，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现在最在意的是，我们不要继续战争，我们已经战争很久了，我们要跟哈马斯就是和谈，我们要把所有的人质救出来，即便59个人质里面活的可能只有24个，但是我们不要这个政府继续的进攻，我们要停火，我们要救回人质，所以就是2派的诉求。那为什么今天就是相对来讲，我会觉得比较不同呢？一个是因为停火的协议刚破裂，所以又恢复了战争，这件事情需要跟大家报告。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耶路撒冷其实比较不像特拉维夫常常会看到那个抗议，大部分的时候耶路撒冷它好像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游行。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这确实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游行它的意义在于就是它让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表达出来。那当然也会有人是支持纳坦雅胡的，也不是说现在今天你看到游行的人代表大多数，也不是代表是这样，只是说在以色列不同的声音都是被接受的。那到底以色列怎么办？到底国家的安全性，到底那个司法的这个权利中间是怎么平衡？到底要不要跟哈马斯？它是个恐怖组织，要跟他继续谈判吗？他们也要跟你谈判啊？那左派会不会好像又是太乐观？那这就是以色列它内部的一些冲突。那同时又面对了就是现在要继续跟哈马斯继续去进攻，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伊朗那边也还没有真正的打完，还有 Hezbollah 真主党那边，所以有点复杂，但是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告诉给大家。还有印一些东西可以就是送给大家，然后地上也有人在写字。那总理的办公室就是前面那个有铁门那个地方。所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真的很爱他们的国家。一开始确实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满意那个纳坦雅胡的这个决定，对于就是fire 掉这个以色列的国土安全局局长，因为如果是以就是10月7号他失职，然后用这个理由来 fire 他，好像有点奇怪，因为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太奇怪了。总检察官他要调查你做卡达门，然后你就 fire 掉一个以色列国土安全局的局长，然后说就是因为他的失职。那10月7号失职的人很多啊，也不是只有他。但是你要说他可以 fire 他，也是可以啊，因为这本来就是总理的权利。然后第二个部分才是因为礼拜2早上的时候传出来，就是停火协议的失败，然后现在以色列重新进攻加沙，那很多人就是觉得他们不要这样子的结果，他们要的是人质现在就回家，他们要不计一切代价的去跟哈马斯去谈判。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以色列人爱他自己国家表现的方式，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都有觉得哪一个解决方法是最好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就是走上街头，然后特别是耶路撒冷很少见，所以我觉得值得让大家看。那总理的家呢，就是我后面这边有这个闸门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帐篷的地方，然后呢，现在又有一群人在过来。那我刚刚看他们就是在发那个海报嘛，就是说就是要救人质出来，然后不要回到战争。那大家真的是因为爱这个国家，所以就是出来在街上，然后表达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在民主国家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今天真的是很冷，我的脑袋快要就是冷到爆炸了。然后你也有看到，就是有些人他们有戴毛毛，那样就会比较好。可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真的很冷。然后在这个刚刚的这个十字路口，我现在才看得出来，大家是围着一个东西做，但是我看不出来是围着什么东西做。那我这样看起来呢，就是现在有人在拍照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拿着人质的海报，所以我猜他可能是人质的家属。那他就是这样子坐在马路的正中间，可能是他开始，然后大家就这样子围起来声援他，然后可能就是希望政府可以聆听到他们的声音。有记者要做采访。刚刚这个他的儿子在10月7号的时候，政府跟他还是一样在这里，大家一起把这59个人救回来，因为他们有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这是一个坐着安静示威的抗议，跟隔壁那边比较吵的，就是形成一种对比。所以我说以色列的这种抗议活动是蛮多元的，那边真的是蛮大声的。所以大家现在真的就是坐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抗议，然后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那边有放音乐，就这样而已。我听说抗议不是只有今天，好像明天也会继续。那如果明天也继续的话，可能就是要走路送99上学，然后可能要走路到市中心。那这样真的会是
比较不方便。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民众就是需要来抗议，因为这是他的国家，他需要表达。那能不能影响政府，或者是政府需不需要做什么改变？我觉得就是为以色列祷告，就是希望他们有智慧。那我自己是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以色列人他们不想要战争了，他们想要就是赶快有和平。我也可以理解有些人觉得就是你不可能去跟哈马斯和谈了，然后我们现在国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团结。我们这样子示威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事情，还会造成交通阻塞。我觉得两者的立场。我觉得都令人难过啦，因为以色列为什么需要跟恐怖分子去和谈？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怜，他的人被绑架了，然后他还要跟绑架他的人去和谈，这本来就不公平了。那这是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问题。那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难过在里面，他们出来抗议，我觉得这是他的权利。那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一面，可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因为他们真的在乎他们的国家。那即便有不同的想法，这也是属于他可以去表达的一部分。那至于到底怎么做才好，政府应该怎么做才好，司法部应该怎么做才好，然后那个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该被辞职嘛？这些真的是为以色列祷告，就是有最好的结果。也包含到底要不要继续跟哈马斯去谈判。其实有谈判，只是破裂了，那怎么办？那继续打吗？现在以色列选择是继续打。像我们昨天晚上也开始重新听到那个战斗机的声音。其实过去2个月因为停火关系是没有听到的。那昨天又开始重新听到，又好像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好不容易觉得好像战争结束，可是又被拉回这样子的现实里面，然后以色列又重新的好像恢复了战争。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又要去打仗，已经打很久了，他们的心是需要有一个愈合，需要有一个 closure， 可是一直没有得到，然后就是很累，然后可是那个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样。那他们可能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跟政府说你不要再打了，但是这真的是唯一的方法吗？有没有别的方法？不知道。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没有想要战争。那要怎么样子才能救人质回来？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他们其实也没有答案，但是他们需要来表达，就是他们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和平快点来到，然后人质快点回家，这样子。好啦，那就是呈现给大家。那如果你们喜欢以色列美角这个频道，想要听到更多来自以色列、来自耶路撒冷的这个分享的话，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大家拜拜。现在快要6点了，看起来游行是结束了，因为公车又开始重新开动了。